美国银行危机暂时度过了储户的挤兑潮，但危机远没有解除。虽然拜登政府此前宣称美国的银行系统是安全的，但美媒报道，186家美国银行再也经不起任何挤兑。而白宫已经与股神巴菲特进行了多轮对话，希望巴菲特救助美国银行业。硅谷银行倒闭也使得原本就陷入危机的瑞士信贷更加风雨飘摇。瑞士央行紧急注资约540亿美元，能否避免多米诺骨牌倒下？ Warren Buffett is not only a well-respected investor, but he's been regarded as a savior of ailing banks in the past. And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calls between the billionaire and the Biden White House senior advisors in recent days, specifically about potentially investing in the U.S. regional banking sector. We also know that Buffett has given some of his views and broader guidance about the current banking crisis. 彭博社报道称，17号下午有超过20架专机分批飞抵巴菲特所在的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总部。这些飞机来自纽约、洛杉矶等有暴雷风险的地区性银行总部的城市，还包括来自华盛顿和欧洲国家瑞士的飞机。有些飞机甚至在同一时间段降落，让这座只有39万人口的小城十分热闹。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巴菲特十分忙碌，每隔1小时就与不同银行或部门安排一场会议。财务数据显示，到2023年初，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账面的现金高达128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而这么多银行或机构争相登门，是因为巴菲特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曾出手相助。当时，美国第4大投行雷曼兄弟倒闭后，巴菲特曾通过购买优先股为急需资金的高盛集团注资50亿美元，避免后者倒闭造成更大的风险。2011年，美国银行因次级抵押贷款相关亏损暴跌后，也获得了巴菲特的注资。危机过后，巴菲特也获得不菲的回报，获利120亿美元。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和巴菲特方面未就球员一事作出回应，但美国金融业界已经炸了锅。市场认为，这显示当前的美国金融系统并不如此前媒体宣传的那么安全。Americans can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banking system is safe. 上周，硅谷银行和标致银行在3天内接连倒闭，外界担忧第一共和银行将成为下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为了防止它倒闭，华尔街11家大型银行上周四联合向第一共和银行提供300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持，但市场恐慌依然严重。周五股价暴跌33%，一周累计跌幅约72%。美国监管机构证实，约20家中型银行出现存款挤兑现象，而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的经济学家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据测算，假设一半的存款额被提取，将有186家美国银行面临倒闭的危机。I think this is more of a Bear Stearns moment. Well, I think fear is setting in, fear, not rationality. And I think that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y did bailouts of these two mid-sized banks, very tiny parts of the overall system, in the name of systemic risk. And that created a lot of uncertainty that they may need to do more bailouts, not less, through the system. If it's systemic, then provide a blanket guarantee temporarily. 2008年3月，美联储错误低估了第5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的流动性风险问题，救助不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引发次贷危机。这一次事件被称为贝尔斯登时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曾表示，如果危机进一步蔓延，可能将导致许多银行关闭并引发挤兑。We certainly need to analyze carefully what happened that triggered these bank failures. We felt that there was a serious risk of contagion that could have brought down and triggered runs on many banks. 美国银行接连倒闭引发的骨牌效应蔓延至欧洲。财务吃紧的全球第5大金融集团瑞士第2大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在大股东沙特国家银行拒绝再注资的消息下，股票崩跌27%，创历史新低，面临濒危境地。沙特国家银行表示，已在瑞信亏损了10亿美元。
在多方压力下，瑞士央行出手解救瑞信，提供给后者500亿瑞士法郎，约540亿美元的救命钱。钱到账后，瑞信股价一度反弹，但外界依然不看好这家100年老店复苏的能力。分析认为，这笔钱未能给瑞信止血，而与硅谷银行主要业务是储蓄及发放贷款不同，瑞信涉足风险极高的投资银行业务，引发的连锁反应也将更惊人。为避免美国雷曼兄弟的前车之鉴，3月19号，瑞士联邦政府宣布，瑞士信贷将被瑞银集团收购，交易总对价约合32亿美元。但按照上周五瑞信的收盘价，这个价格不足其40%。瑞士政府也为这场交易兜底，其为瑞银接管瑞信资产的潜在损失提供近100亿美元担保的同时，瑞士央行将向瑞银提供约1078亿美元的流动性援助。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项交易涉及瑞士金融业2大支柱，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跨国银行之间达成的首宗巨型合并交易。硅谷银行倒闭引爆瑞士信贷危机，也让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紧张。3月19号，美联储联合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瑞士央行发布联合声明称，将依据常设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增加流动性供给。这一机制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首次启动，2013年升级为常设协议。按照协议，别国央行在面临美元短缺问题时，可以用本币向美联储兑换美元，并约定在未来以同样汇率换回，并支付一定利息。经济学家普遍将此次美国银行危机归咎于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而进行的疯狂加息。不过，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称，尽管美联储正在应对硅谷银行倒闭后银行业出现的危机，但在遏制通胀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美联储将继续提高基准政策利率，在今年剩余时间将其维持在5.5%以上。这意味着接下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银行业日子将并不好过。